近日，美国政府再次升级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发布长达166页的新规，修订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包含有关产品的手提电脑也列入管制名单。对华竞争中，人工智能领域已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新抓手。但事实证明，在产业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政府弃中救美霸道逻辑主导下的人工智能半导体产业保护政策，违背合作共赢的市场规律，注定事与愿违。当地时间3月29号，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发布实施额外出口管制的新规措施，修订了 BIS 于2022、2023年10月制定的2次出口限制新规，全面限制英伟达、AMD 以及更多更先进的半导体设备向中国销售。此次新规中，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人工智能半导体产品将采取逐案审查政策规则，包括技术级别、客户身份、合规计划等信息全面查验。美国商务部宣布，这些出口管制措施将于4月4号正式生效。路透社称，这一举措被视为美国为阻止中国获取其尖端技术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中的一环。有观察指出，尽管具体的限制内容和范围尚待进一步明确，此次更新不仅加强了对已有规定的执行力度，而且加剧了全球科技市场的紧张氛围。外交部发言人林健3月29号应询表示，美方在科技领域对华封锁限制、制裁打压中国企业，妄图遏制中国发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严重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美国还被爆出制定禁止接收关键技术的中国半导体企业名单，以便让美国企业更容易遵守规定，阻止技术流入中国。近日，美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出口管制会议上回应了美企相关要求。路透社称，对此消息，美国商务部拒绝置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明确表示，美国应当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政府目前呢对中国企业采取新一轮的技术管制措施，尽管呢会使相关的中国企业它的正常运营呢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也势必对整个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构成负面冲击。同时呢，美国政府这样一个行政举措从长远来看，也势必对美方自身企业也构成不利影响。毕竟呢，通过行政措施保护成长的企业，它很难经受市场经济风浪。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打涉华安全牌，不断升级对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的出口管制。当地时间3月11号，携代表团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再次就中美半导体产业竞争炒作称，美方将持续考虑扩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雷蒙多还扬言，我的职责是确保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在内的尖端技术，我们有，中国没有。We cannot allow China to have access for their military advancement to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And so, yes, we will do whatever, including expanding our controls. 事实上，作为商务部长的雷蒙多还去了以国防和军事政策为主题的里根国防论坛刷存在感。去年12月2号，雷蒙多出席里根国防论坛首场活动，大谈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对华出口管制的相关话题，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I think we're getting more serious about country-wide controls, and I can't say it enough. We have to get even more serious about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It's not okay if we deny China something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Germans are selling them component parts to make EUV tools. Not okay. 雷蒙多公开批评了英伟达不断推出特供中国的阉割版产品的做法，认为这是没有建设性的。他强调，需要明确告诉这些企业，美国政府的意图是不让中国获得发展人工智能的技术。If you redesign a chip around a particular cut line that enables them to do AI, I'm going to control it the very next day.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除了自身制裁打压中国外，还极力施压，鼓噪荷兰等盟友国搞小院高墙，企图围堵中国。近年来，身处荷兰的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公司在美国的大棒挥舞下，被禁止售卖光刻机给中国，这给阿斯麦正常商业合作和未来发展带来了阴影。
3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工作访问的荷兰首相吕特时强调，人为制造科技壁垒，割裂产业链供应链，只会导致分裂和对立。中国人民也有正当发展的权利，任何势力都无法阻遏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吕特表态称，当我们不得不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时，荷兰将确保这些措施不会专门针对一个国家。We have to take measures that they are never aimed at one country specific, that we always try to make sure that the impact is limited, is not impacting the supply chain. 同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还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习近平表示，当前形势下，中美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不管是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还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美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应该成为阻力。深圳卫视注意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作为美国战略学术界代表，也在会见名单中。据英国 BBC 报道，作为修昔底德陷阱说的首倡者，在此次会见中，艾利森表达了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的观点。去年10月13号，外交事务网站刊登了艾利森教授与一代战略大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合著文章《人工智能军控之路：中美必须共同努力避免灾难》。这两位战略大家在文章中警告，中美两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国家，必须进行合作，坚决防止人工智能彻底掌控、接管核武的灾难性后果，也应避免出现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充分通过二轨外交、政府间谈判等方式展开对话，并带动其他国家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这篇文章也是基辛格临终前终其战略绝学对世界的最后忠告。实际上，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合作也已启动。英国《金融时报》元月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因担忧这种强大的技术可能会传播错误信息和威胁社会，中美双方曾于去年7月和10月2度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美国人工智能相关企业 OpenAI 等同中国人工智能专家进行了秘密外交。来自北美地区的人工智能组织科学家和政策专家，以及清华大学和其他中国政府所支持的机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